你可算是来了。来者何人？我是你远房的爷爷。你这鸡鸣狗盗之徒，也配问我姓名？黄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睁开眼睛看清楚，我们王上身后有10万大军，踏望都，如履平地。你若主动打开城门，放弃抵抗，或许可饶你一条生路。我赏你个大烧饼，你吃不吃啊？你们这群臭鱼烂虾，打输了逃到我们这儿，还有脸嘚瑟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的德行。我奉劝你们啊，放下武器，弃暗投明，以后遭雷劈的时候还能少挨2下。大胆！我就大胆了，怎么着吧？有本事你打我呀！不打你就是我孙子。进攻！开城门！是，开城门！快开城门！戒备！叶主播，他们离城门不远了，此刻待不下。等等，按救师的计划来。叶主播，越来越近了。到了城前再放箭。若是到了跟前才射箭，就太迟了。停止进攻，撤兵！成就个乱世，他回眸初见，恍然如昨。他落寞风云中，青丝华发似两鬓散落。风乱破风烟落，与君对弈或命运对酌。关城门！拂袖去，不恨酒醉，要唱一句高歌。与君纵马，驰骋山河，与君这场胜无君离索。风华云烟变公兄，他们果真扎营了。这梁王大军本就败退右州兵之手，再加上千里奔袭，人心惶惶，将士们疲惫不堪，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，他们不会轻易攻城。而且梁王这人吧，本性多疑，咱们越是浮夸，他心里越没数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他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攻城时机。等咱们加固好城门，他们再想攻可就难了。今晚就加固长江城门，咱们坐观死守，等待回援。
城里还是没有出兵。让全营将士们歇下，后营继续戍守。是。皇上，这已经是敌军今夜第3次敲战鼓而无人出战了。看来望都此举应该只是为了让我军心而已。如今天马上就要亮了，我们后营的将士们也一夜没有。本王何尝不知啊！可是这幽州军到底戍边大戎几十年，战功无数，还真是不能小觑啊！皇上所言甚是。白天带兵的那个小子，也不知道他是幽州的哪号将领，行事作风竟然和范宣、周高朗全然不同。在下看不透他。我已经命人去查了，现在望都城内部兵力军备一概不明，本王着实也是有点不敢赌啊。在下明白。皇上，如今已经到了最后一刻了，我们可拥有泱泱10万大军。如果不拿下望都，您心甘吗？皇上，您看朕！皇上，下令吧！传我的令，后营将士们也去休息吧。趁天未亮，好好的睡一觉，等明日我们就攻城。是。顾兄，天快亮了，是时候了。今日召集大家来，是想告诉你们，敌人已经打到我们头上，咱们有手有脚。不能眼看战士们在前线拼死拼活，咱们也要动起来。前方有战士，后方有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守护望都。守护望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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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护望都。喊什么喊？还让不让睡觉了？皇上不好了！皇上，敌军杀进来了！主司小心，他们围上来了！追！快点追呀！快！快点！皇上，没事吧？啊！皇上，查清楚了，守城主将乃是曾经望都县令顾九思。谁？顾九思？
你说的是不是本王嫡妃的亲外甥，扬州顾家大公子那个顾九思？正是。好啊，好你个顾九思！梁王派人传来消息，说要你出城续一续。看来我这一仗终于知道我们的关系了。正好，我去会会你。你真的要去啊？可是他们人这么多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他若是心里有底，还找我要什么？早就打了。眼下咱们越是有恃无恐，他们就越看不透咱们的底细。如今这个情况，咱们只能赌他根本就不敢攻城。如此，望都才有存活的希望。我跟你一起去，以防万一。范兄，派去巡太子结束南巡，返京主持大祭的随从们，只带回了一具尸体。太子已死。太子是中毒而亡，周身上下没有伤痕，做不到假。一定是梁贼所为，好个心狠手辣的逆贼！如今这梁贼之子仍然率领残部据守在东都门外，做困守之斗，而城中只剩太后孤儿寡母苦苦支撑。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，恐怕京中的百官会心存浮动，人心亦是惶惶。范兄，事已至此，唯有全军压阵东都，迅速扫清逆贼余党，挽救我朝倾颓之势，安定天下之心。只是这样的话，就无法及时回兵望都了。范兄，资不长兵的道理不必我多说了吧？梁贼此次分兵逃往幽州，为什么？他们打的就是围魏救赵，逼迫我们幽州军分兵回援的主意。若你我都随了他的愿，一步失了先机，那就会步步掣肘啊！范兄，幽州是你我老哥俩的家，我知道你舍不得，难道我舍得呀？啊！可现如今东都生乱，若皇城彻底失守，各州节度使生出逐鹿之心，那受苦的可就是全天下的百姓啊！更何况如今此次来东都路途遥远，望都城内也就1万军士戍守，恐怕现在都已……你不要忘了，望都城还有个顾九思在。那小子，哼，那小子欺瞒顾家，和梁贼亲远的账我还没找他算呢。看在他这次筹粮有功的份上，如果他死守望都，那倒也就罢了；如果他贪生怕死逃了梁贼，我定要亲手拿他祭旗。兄弟，你信不过叶儿的眼光，也该信得过我啊！
当是个人君。开城门！周将军回来了，快开城门！将军，节度使，将军，周小公子带着范小公子来了。昨日我心里便嘀咕，这等机敏伶俐的少年人，不知范宣是从何处寻来，看上去却有几分念名的影子啊！莫怪仪仗没把你认出来。我记得我上回见你的时候，你才5岁，啊！行军艰苦，仪仗也没有什么好送你的。这个呢是今年扬州进贡到宫中的陆阳春，肯定是赶不上你以前喝的那些，不过也算是能入口。哎呀，往年江南的茶叶下了，你娘会亲自选出一批最好的，给你姨母送上一份，我呢也就能沾一沾你姨母的光。而如今呢，真的是物是人非了。顾某年少时确实荒唐轻浮，可如今见天下疾苦，已不再贪图这些享乐之物。殿下，有什么话直说吧，不必客套。九四，你是我外甥，这话生分了啊！若你卫青刀兵祸乱天下，我当然可以喊你一声仪仗。可如今，确实物是人非。九四，我若是和你说起初我并不想当什么皇帝，你可信我？我信不信的不重要了。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当皇帝，我只知道你起兵谋反，将天下卷入战火，致使民不聊生。你若真的想问，不如去问问那些朝不保夕、三餐无以为继，甚至易子而食的布衣百姓。去问问战场上那些枯骨，他们信不信你不想当这个皇帝？九四，你到底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。我跟你一般大的时候，跟你一样，也是一腔热血。可到了如今的年岁，看过这个世道，我就知道，空有一股冲劲儿是没有用的。你说你替范宣死守那望都城有什么用呢？你口口声声为百姓计，可是你心里清楚，你我的兵力悬殊，城破是早晚的事儿，拖得越久，死的更多。殿下怎知这兵力就悬殊了？九四啊，你到底是年轻啊！你用这种话来炸我是没有用的。你看不上我，却觉得范宣是你心中的民主，能爬到节度使这个位子上，我真的没看出来他能比我好在哪儿。那我还是劝你不要以己之心夺人之心了。咱们既然话不投机，就不必多费口舌了吧。九四，世道难改，谁坐这个位子都是一样的。你记着，你我始终有一份亲缘在。若我得了天下，你便是皇亲国戚，泼天的富贵等着你。范宣他现在用得着你呢，自是千好万好。可是等到兔死狗烹之日，你便是叛贼倾卷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再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你不能因为一时意气，为所谓的布衣百姓断送你的性命和前程。九次，不知道。何止在你眼里，治家子弟的性命，始终是比布衣百姓的性命更加贵重。从古至今，莫不如此。可在我眼里，
望都城内百姓的性命和我的性命一样贵重。有百姓才有天下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，还想当皇帝？你视百姓为草芥，可在我眼里，你还不如草芥。古九次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身在城外，若真动起手来，城中驰援来的大军可没有我的快。我既然敢来，岂会没有后手？你若当真以为我望都城内只有老弱残兵的话，不妨打进来看看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皇上，两军交战，不战来时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马前卒罢了。恐怕城中还有无数良将呢。如果我们杀了他，只会让城中的军民更加义愤，使您为仇仇。即使那日我们收复了望都，恐怕也难以服众呀。放了他。放行。顾九思，你今日走出这凉亭，我这外甥便真的死了。王老头，今儿这么早吃饭吗？三爷，我来放您走。是顾九思教你的？说吧，今儿又是什么把戏？老头子不说假话。不说假话。我入狱之前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凭什么救我？三爷没见过我却一直念着三爷的恩呀。要不是三爷月月给我们这些退了伍的老兵发救济钱，我也活不到这么大岁数。三爷，快走吧，换着我给你准备的长服。眼下连王攻打望都，城里都乱成一团，我得找到机会放你走。再晚，我就把顾知县发现了。那你的家人呢？都不在了，老婆死得早，2个儿子，都入了幽州军，死在了几次北凉入侵的战役里，就剩下我，没什么人可以连累。三爷，倒卖粮食这事儿是杀脑袋的大罪过，顾知县要判你，没什么毛病。你逃出去之后，就都放下吧，换个地方安顿下来，过条安生日子。王老头，你说我做错了，那我问你，像你们一家几口人为了幽州卖命，可以说比谁都称得上是英雄，可是到头来呢，换来的却是你晚年只能靠我这大奸商发放的救济钱来活命，这是对的吗？这，你知道你从我这儿得到的钱是从何而来的吗？我想过上安稳日子的生活又是从何而来？这本来就是幽州欠我的，欠我们所有人的。不是，我没有错。就算是现在砍了我的脑袋，我就是下到18层地狱见到阎王爷，我仍然还是那句话，
我没错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百姓能够吃饱、穿暖，能够不被冻死，不被饿死，好好的活着，有尊严的活着。父亲，他还跪着吗？自从父亲下了军令，3个时辰了，三弟一直在那跪着。不用理他。今日你跪，明日我跪，还带不带兵？军令如山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，枉为我周高老的儿子。弟弟，你先起来，别惹父亲生气。父亲放弃王都了吗？父亲与范伯伯比咱们看得更长远，他们考量的是天下百姓。父亲放弃王都是与不是？父亲放弃王都是与不是？父亲放弃王都是与不是？